我们要聊的这场战争发生在公元8世纪的中叶。如果你能穿越回那个时代的星空往下俯瞰，你会发现此时的大唐帝国就像一个患了急性脑梗塞的巨人。安禄山的叛军像是一股黑色的泥石流，从北方幽燕之地滚滚而来，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把所谓的开元盛世冲刷的只剩下一地鸡毛。洛阳丢了，长安丢了，那个曾经让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李隆基，正带着满身的灰尘和满心的凄凉，在入蜀的栈道上听着凄厉的雨声。这时候的人们还没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叛乱，这是一场全方位的文明坍塌。而在这个坍塌的过程中，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长安和洛阳，盯着那些代表权力的宫殿，但真正决定这个帝国能不能撑过这个冬天的，却是一个在地图上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小点，这个点就是睢阳。为什么要死守睢阳？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守城就是为了保境安民，但在张巡的逻辑里，在那个冷酷的历史博弈场上，睢阳的意义超越了所有人的性命。你必须理解大唐帝国的生理结构，它是一个极其依赖输血的怪胎。长安和洛阳虽然是心脏，但它们本身不产血。这个庞大帝国维持运转的几乎所有能量，那些成千上万吨的稻米，数以百万计的绢帛，还有支撑战争的真金白银，全部来自于富庶的江淮地区。而江淮的财富想要送到北方，就只有一条命脉，那就是隋炀帝当年顶着万世骂名开凿的大运河。而睢阳就坐在大运河的咽喉位置上，它是汴水、泗水的交汇点，是通往南方的唯一闸门。如果把大唐比作一个溺水的人，那么江淮就是空气，而睢阳就是那根细细的呼吸管。安禄山和他的叛军将领尹子奇并不是疯子，他们是极其精明的战略家。他们很清楚，想要彻底埋葬李家王朝，不需要去四川追杀那个老皇帝，只需要掐断这根管子。只要叛军的马蹄踏进江淮，大唐南方那还没被战火蹂躏的千万顷良田就会瞬间易主。到时候，北方的唐军将领即便在忠诚，他们手下的士兵也会因为拿不到军饷，吃不到军粮而瞬间溃散。可以说，在公元757年的那个关头，大唐的命脉不在灵武的唐肃宗手里，也不在郭子仪的马槊上，他就在睢阳那道并不算高耸的城墙上。这里的战略压力大到什么程度？你可以想象一下，叛军在那一年投入了多少兵力。尹子奇统帅的是归降的胡人旌旗和河北的虎狼之师，兵力号称13万，而且是全副武装，志在必得。而城里呢？张巡接手睢阳的时候，加上徐远原本的守军，满打满算也就6800人。这是什么概念？这是20:1的悬殊对比。这已经不是在打仗了，这是在对抗自然规律。如果你是当时的一个普通士兵，站在城头往下看，你会看到叛军的营帐像白色的海洋一样，从城角一直铺到地平线的尽头，那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足以让任何智力正常的人感到绝望。但张巡不能绝望。这个文官出身的人，此刻表现出了一种近乎变态的理智。他非常清楚自己扮演的角色，他不是在守卫一座城，他是在为大唐帝国买时间。他每在睢阳多定一天，南方的财富就能多往灵武输送一天，大唐反攻的元气就能多积攒一分。这是一种极其残忍的数学计算。在张巡的算盘里，睢阳的这几千将士，甚至这城里的几万百姓，本质上都是被摆在祭坛上的筹码。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大局，为了那个已经在长安城废墟上摇摇欲坠的帝国，这个局部的代价是可以被无限抬高的。这种战略逻辑的冷酷之处在于，它完全抹杀了战争中的温情。
很多史书在赞美张巡的忠诚，但我更想让你看到这种忠诚背后的残酷。当一个帝国衰落到需要靠牺牲一整座城的性命来换取呼吸权的时候，这个帝国本身已经进入了一种极其扭曲的状态。张巡作为这个体系里最清醒也最坚定的执行者，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块最硬的石头，死死地卡在历史的齿轮里。他知道，只要他不松口，那台毁灭文明的收割机就无法南下。但这种坚持是有代价的，这种代价从围城的第一天起就开始积累，像是一场无声的雪，慢慢地堆积在每一个守军的肩头。城外是13万疯狂咆哮的敌军，城内是日益见底的粮仓和越来越麻木的眼神。在这种极端的战略天平上，道德的砝码正在一点点被挪走。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第1章的序幕，是那个宏大叙事下的地理博弈。但你要知道，这种博弈的本质是将人异化为工具。当睢阳被定义为不可丢失的咽喉时，城里那些有血有肉的人就已经在战略图纸上被抹去了姓名。这种战略上的窒息感是理解后来所有疯狂行为的基础。为什么一个读圣贤书的文人最后会做出那种违背伦常的选择？为什么一群已经饿得站不起来的人还能爆发出那种野兽般的战斗力？答案就在这张冰冷的地图里，因为他们被历史放在了一个死角，一个没有任何退路的死角。往后一步是帝国的彻底崩塌，往前一步是必死无疑的深渊。在这种极致的战略挤压下，人性会被压缩到一种极其危险的境地，直到最后彻底炸裂，露出里面最真实也最令人战栗的底色。我们要讲的就是这样一个关于代价的故事。在这个故事的开篇，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英雄的挺身而出，更是一个庞大文明在面临毁灭时那种不计后果、不择手段的自我防卫。睢阳，这座坐落在黄淮平原上的孤城，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了盛唐繁华散尽后那个最真实、最冷酷也最血淋淋的中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根大唐的呼吸管将会被鲜血和尸骸塞满，直到它变成一个连魔鬼都不愿直视的人间炼狱。而这一切的起点，仅仅是因为在那份名为大局的账本上，睢阳被标上了一个必须守住的价格。这个价格将由城里的每一个人用他们的每一寸血肉来偿还。所以，当我们聊起这段历史，请收起那些廉价的同情或者激昂的赞美，因为在那种极端的战略压迫面前，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你只需要记住，此时此刻，公元757年的春天，在那个名为睢阳的坐标点上，一场关于人性底线的博弈已经拉开了帷幕。城外的战鼓声已经响起，那种盛世崩塌的隆隆声正顺着运河的流水，一点点吞噬着这个帝国最后的希望。而张巡正站在那道注定要坍塌的城墙上，冷冷地看着这个世界的终结。这种孤独和决绝，才是这场大戏最深沉的背景音。在那个时代的逻辑里，个人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家国，只有大义，只有那个无论付出多少代价都必须保住的大唐。这种思维方式既铸就了中华民族最坚韧的脊梁，也埋下了最深沉的悲剧伏笔。而睢阳就是这个伏笔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是一个黑洞，吸引了那个时代所有的仇恨、热血、自私与高尚，最后把它们全部搅碎在那个名为战略的磨盘里。当我们看清了这张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那个在城头指挥若定的张巡究竟在承受着什么样的重量。那不是几千人的性命，那是整个文明的余温。为了留住这点温度，他准备点燃整座城市。当我们从宏观的地图上收回视线，把镜头拉近，
拉到那座在硝烟中颤抖的睢阳城头时，我们必须去直视那个站在风暴中心的人，那个被后世推上神坛，却也始终被争议笼罩的灵魂——张巡。在很多人眼中，张巡是一个战神，但在我的理解里，他更像是一个被历史推到死角，最后不得不把自己活成一把刀的读书人。你得知道，在大唐那个江星璀璨的时代，张巡并不是那种鲜衣怒马，在边塞大漠追逐长风的职业军人。相反，他是个标准的文官，是个满腹经纶，本该在翰林院里挥毫泼墨的知识分子。如果你翻开他的早年简历，你会发现这个人的底色其实是非常清冷的。他博通经史，才华横溢，但骨子里有一种读书人特有的倔强和不合时宜。在那个权臣当道、杨国忠只手遮天的朝堂上，张巡这种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注定是要被排挤到边缘的。他被下放到真源县当县令，就在那片看似平静的土地上，他第一次展现出了那种冷峻的治理手腕。当时的真源县豪强地主横行，百姓苦不堪言，换作一般的流官，大概率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混个任期就走人了。但张巡不，他一上任就直接斩了那个带头作乱的豪强，那种果决和狠辣，让当时的官场都为之一振。这其实就是张巡性格的初稿，他信奉秩序，信奉大义，而且为了维护这份秩序，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动用最极端的暴力。这种文人之狠，往往比武将的蛮力更具有一种摧毁性的力量。当安史之乱的狂飙卷过中原，那些平日里吹嘘自己勇冠三军的武将们纷纷溃逃、倒戈，有的甚至直接跪在叛军面前祈求活命。而张巡，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却在那一刻选择了逆行。他没有名将的家底，没有朝廷的封赏，他有的只是满腔的孤愤和对那个文明秩序的偏执守护。他在雍丘起兵，带着一群临时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竟然硬生生地挡住了叛军名将令狐潮的数万大军。这就是张巡被历史选中的开始。在雍丘的那段日子，其实是张巡战争美学的预演。他没有足够的剑簇，就想出了草人借剑的诡计；他没有精良的装备，就利用心理战和游击战把敌人折磨得精疲力竭。这种在极度匮乏的条件下压榨出极致战斗力的能力，成了张巡后来在睢阳封神的底牌。但请记住，这种能力的背面是极端的冷酷。在张巡的战争逻辑里，战术不是为了保命，而是为了完成使命。当他最终带着那几千疲惫不堪的子弟兵踏入睢阳城时，他其实已经完成了从一个文人到杀神的蜕变。我们要聊的张巡，不是那种活在演义里的扁平英雄，而是一个极其复杂、极度理性，甚至理性和感性完全割裂的矛盾体。他爱他的士兵，他能叫出麾下每一个士兵的名字，和他们同甘共苦，但在关键时刻，他可以面不改色地把这些人推向必死的绝境。他深爱大唐的文明，但他保卫文明的方式却是亲手撕碎文明最核心的伦理底线。这就是张巡最让人战栗的地方，他太清醒了。他清醒地知道睢阳守不住，清醒地知道援军可能永远不会来，但他更清醒地知道，只要他还在呼吸，他就必须像一颗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这里。在张巡的字典里，没有妥协这个词。令狐潮曾经是他的老朋友，在城下苦口婆心地劝他投降，说大势已去，大唐气数已尽，何必为了一个注定要灭亡的朝廷拉着几万人陪葬？换做一般人，可能真的就动摇了，毕竟那种论调在当时听起来是极其务实的。但张巡的回应是什么？他站在城头上，用那种读书人特有的刻薄和威严，把令狐潮骂得体无完肤。在他看来，忠诚不是一种选择，
而是一种底色。如果一个人丢掉了这份底色，那即便活着也只是一具行尸走肉。这种近乎宗教般的执着，让他成了叛军眼中最恐怖的对手。尹子奇不理解，为什么这个只有几千人的小城，在张巡的指挥下，竟然像是有千万神兵守护一样。他们不知道，张巡是在用一种超验的力量在打仗，他在用那个时代的最高价值观中和义，强行凝聚起这支残军最后的精气神。张巡在睢阳展现出的军事才华，本质上是一种对人性的深度压榨。他不仅能看穿敌人的阵法，更能看穿士兵内心的恐惧。他知道什么时候该给他们荣誉，什么时候该给他们绝望。这种统御力让他手下的那几千将士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对他保持着一种近乎疯狂的崇拜。这种崇拜是后来发生那些令人发指的惨剧的心理基础。因为在那些士兵眼里，张巡不仅仅是主将，他就是大唐，他就是天理。张巡把自己的每一个决定都披上了大义的外衣，当这种外衣足够厚重的时候，个体在面对生死、面对伦常时的挣扎，就会被这种宏大的重力给碾碎。我们要深入剖析张巡，就必须看到他那种极度的克制。在围城的漫长日夜里，他几乎不休息，他在城头巡视，他在伤员营里慰问，他的白头发一天比一天多。这种自我牺牲的姿态，其实是一种极高明的精神感召。当主帅都已经做好了把自己献祭掉的准备时，底下的将士还有什么借口退缩？张巡是在用自己的生命作为燃料，去点燃整座城市的疯狂。这种文官出身的将领，最擅长的就是构建一个闭环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死亡不再是结束，而是升华为一种永恒的勋章。这种叙事能力才是张巡真正的杀手锏。然而，正是这种极度的理性，最后导致了极度的非理性。张巡太想赢了，或者说，他太想完成那个不让叛军南下的目标了。当这种目标变成了一种绝对的真理，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真理所采取的一切手段，在他眼里都自动获得了合法性。这种思维模式其实是大唐帝国这种高度集权的文明在濒死时刻的一种激进自救。张巡就是那个被帝国选中的免疫细胞，他的任务就是通过自爆来阻止病毒的扩散。他在这种使命感中迷失了，或者说，他选择性的封闭了自己作为人的那部分共情。他在城墙上看着敌人被热油烫死，看着自己的士兵被箭足贯穿，他的心在那一刻大概已经变成了某种坚硬的矿石。当我们回望张巡，我们不能只看到他那光芒万丈的一面，更要看到他身后那道长长的阴影。他是一个被理想主义彻底异化的人。在大唐的历史长河里，张巡是一个孤立，他用文人的风骨撑起了武将的战功，又用武将的残忍玷污了文人的良知。他是那个时代的悲剧缩影。当一个盛世彻底崩塌，当文明的秩序无法再保护他的子民时，最优秀的精英往往会选择变成最凶猛的野兽。张巡在睢阳城头的那个背影，其实是整个大唐知识分子阶层的缩影。他们在废墟中苦苦支撑，却在支撑的过程中，亲手把那个他们所热爱的文明推向了深渊。这种宿命般的矛盾，才是张巡这个人物最动人的地方。他不是在守城，他是在用一个人的孤傲对抗整个时代的腐朽。而这种对抗的代价，终将被写在历史最惨痛的篇章里。我们需要理解张巡，但我们更需要警惕张巡。因为当一个人觉得他掌握了绝对的真理，并以此为理由去主宰他人的生死时，他离圣人很近，离恶魔也只有一线之隔。在张巡的眼里，睢阳的每一块砖，每一个兵，甚至每一个黎民，都是他手中那盘名为大义的棋局上的子。
为了最后的将军，他可以舍弃掉所有的卒子，哪怕那些卒子有家有室，有温热的体温。这种冷酷的博弈，就是我们要聊的张巡的内核。他不是在打仗，他是在进行一场关于忠诚的极端实验。而这场实验的残酷程度，将远远超出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想象。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张巡，一个在盛世余晖中被使命感彻底吞噬，又被后世重新拼凑出来的最复杂的战争符号。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张巡那个清冷而孤傲的灵魂上移开，投射到睢阳城那斑驳、开裂且浸透了黑紫色血渍的城墙之下，你会发现，在那个极其压抑的1757年，这里正在上演一场人类军事史上最不讲道理的降维打击。这场博弈的荒谬之处在于，它完全打破了冷兵器时代关于兵力对比的所有常识。你要知道，城外的尹子奇手里握着的是大唐最精锐的河北老兵，那些人是跟着安禄山一路从北方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职业杀手，他们配备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云梯、冲车和投石机，人数更是达到了令人绝望的10几万之众。而城墙之上，张巡手里只有几千个连肚子都吃不饱的残兵。按照任何一个正常的军事推演，睢阳可能连3天都撑不过去。但历史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当一个顶级的文人脑力被逼入死角，他所爆发出来的战术创造力，会让那些只知道冲锋陷阵的武将感到一种发自肺腑的战力。张巡在这场守城战中展现出来的，不是那种硬碰硬的蛮力，而是一种近乎艺术的、极其阴损也极其精准的战术博弈。他像是一个站在高维视角的围棋高手，把整座睢阳城变成了一个活着的、带齿轮的陷阱。最能体现张巡这种智力碾压的，莫过于那个被后世津津乐道的草人借鉴的唐代翻版。你要想象那个场景，深夜的睢阳，城头上一片漆黑，只有冷风吹过军旗的猎猎声。突然间，城墙上密密麻麻地垂下无数身穿黑衣的人影，叛军在城下看得心惊肉跳，心想张巡这疯子终于要弃城突袭了。于是尹子奇下令万箭齐发，那如蝗虫般的羽箭在夜空中划出凄厉的哨音。可等到天亮，叛军才发现，那些被射得像刺猬一样的人影，全是张巡用稻草扎成的假人。这一夜，张巡白捡了几10万支箭。这还没完，这种读书人的坏水儿是连环套。第二天夜里，当张巡再次把人影吊下去的时候，叛军将领冷笑着下令不许放箭，嘲讽张巡故技重施。可就在他们放松警惕的那一刻，那些掉下来的不再是稻草人，而是张巡亲手挑选的500名死士。这500人像暗夜里的厉鬼一样，瞬间冲进敌营，烧毁了叛军最引以为傲的工程机械，杀得尹子奇在梦中惊醒，差点连帅位都没保住。这种虚虚实实、玩弄人性与股掌之间的手段，让尹子奇开始意识到，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将军，而是一个能看穿他脊梁骨的魔术师。张巡的战术核心在于主动权的极度夺取。通常的守城方都是被动挨打，但张巡不，他把城墙当成了他的琴弦。叛军推着巨大的云梯冲上来，他就用长木头削尖，做成一种特制的钩子，死死扣住云梯，然后顺着云梯往下灌火油，瞬间把敌人的工程主力变成一堆焦炭。叛军想挖地道潜入，张巡就在城内贴地埋下大缸，派人时刻倾听地下的动向，一旦发现震动，立刻组织人手对着地道口灌开水、灌毒烟。那种惨叫声顺着地底传上来，听得城内的士兵从最初的恐惧变成了某种病态的亢奋。你要知道，这种战术上的连番胜利，在精神上对叛军的摧残远胜于肉体。
尹子奇的部队开始产生一种迷信，觉得张巡会妖法，觉得睢阳这块土地被诅咒了。这正是张巡想要的效果，他要用这种神乎其技的战术去抵消兵力上的绝对劣势。在张巡的指挥艺术里，有一种极其冷酷的精准，他能算准叛军每一次换防的时间，算准风向，算准敌人的心理疲劳期。有一次，他在城头发现尹子奇亲自巡视，距离虽然远，但他没有盲目下令放箭。他让士兵削了一根蒿草做成箭矢，对着尹子奇射过去。尹子奇捡起蒿草箭，哈哈大笑，以为城内已经彻底断了箭簇，甚至连木头都找不到了。于是他放下戒备，带着副将靠近城墙显摆。就在这一瞬间，张巡下令，就是现在。真正的铁簇强弩在电光火石间齐发，正中尹子奇的左眼。这一箭不仅差点要了叛军统帅的命，更是直接射崩了叛军的士气。这就是张巡，他所有的隐忍，所有的伪装，都是为了最后那一击致命的爆发。但如果你只是把这些当成精彩的智斗故事听，那就太轻看这段历史的沉重了。张巡这些诡谲多变的战术背后，其实透着一种极度的无奈和孤独。每一次奇袭的成功，背后都是建立在极大的伤亡比例上的。张巡必须精准地控制每一个士兵的损耗，因为他没有后勤，没有补充。他像是在一个已经裂了缝的玻璃瓶里装满硫酸，每一次倒出都在腐蚀敌人，也在灼伤自己。他在城墙上设置了无数的陷阱和防线，城破了一层还有一层，塔楼塌了就用尸体和砖块重新垒起来。他在用一种近乎偏执的微操去延缓那个注定要到来的终局。这种战争方式在大唐的战争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它不再是两军阵前的对垒，而变成了一种极其细碎、极其残忍，也极其耗费脑力的阵地绞杀。我们在聊这些战术时，必须看到那种文明与野蛮的对抗。张巡手里的《孙子兵法》和六韬，在那一刻不再是书斋里的谈资，而是变成了杀人的流水线。他把睢阳城内的铁匠、木匠甚至裁缝都动员起来，把一切能用来杀人的资源都压榨到了极致。这种全民皆兵的体制，在那个时代是非常超前的，也是非常恐怖的。它意味着这座城已经不再是一个居住地，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满负荷运转的战争机器。张巡就是这个机器的 CPU， 他用那种读书人特有的严谨，计算着每一块石头、每一升火油的收益率。这种理性的光芒在战场上显得如此耀眼，却又如此冰冷，因为他忽略了作为成本的那些鲜活的人命。这种极度的高压战术，让睢阳在几十次、几百次的猛攻中依然屹立不倒。尹子奇简直要疯了，他换了无数种攻城队形，调集了周边所有能调动的叛军，甚至试图用封锁水源这种绝户计，但都被张巡一一化解。在这个阶段，张巡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他的名字传遍了江淮，成了所有人心中的定海神针。但你得意识到，这种奇迹是有临界点的。再精妙的战术也变不出粮食，再冷静的指挥也无法抚平肚皮里的饥饿。张巡在这一阶段的每一次成功，其实都在变相的推高围城的时长，也就是在推高后续惨剧的烈度。当他用这种神乎其技的战术把尹子奇彻底激怒，让对方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困死这座城时，睢阳的命运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黑暗的阶梯。我们现在看到的张巡是那个意气风发、运筹帷幄的战神。他站在城头，风吹动他的长袍，他身边的将士看他的眼神里带着光，但那种光其实是某种疯狂的前兆。当一个文人用这种极端的暴力去守护他心中的文明，
当这种战术上的成功给了他一种我可以胜天半子的错觉时，他离那个深渊就已经非常近了。这正是我们要深思的地方。战术可以战胜强大的敌人，但战术救不了一个已经从内部腐烂的帝国。张巡在城头展现出来的智慧，最终成了这张巨大捕兽夹上最诱人的诱饵。他越是守得完美，死神就越是兴奋。这种智力上的狂欢，注定要在生理极限的面前崩解成最原始、最令人发指的哀嚎。请记住，张巡的每一个妙计，其实都是在向死神赊账。草人界的事件，耗的是叛军的耐心，火烧的是云梯，毁的是叛军的退路。当尹子奇被射瞎一只眼，当叛军的伤亡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这场战争就已经脱离了单纯的利益争夺，而变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复仇。张巡用他的天才，把一个普通的防守点变成了一个让十几万叛军无法抽身的泥潭。他成功的拖住了敌人，但也把自己和全城的百姓彻底锁死在这个没有出口的泥潭里。这就是智者的代价，也是英雄的宿命。在下一章，当那层战术的光环褪去，当饥饿这个最原始的魔鬼降临，我们将看到这种极致的智力博弈是如何在肉体的绝望面前一步步演变成一场丧失人性的疯狂。在真实的冷兵器战争中，再惊艳的奇谋也终究是有保质期的，尤其是当你面对的是一个被彻底激怒且拥有无限后勤补充的庞大帝国机器。尹子奇在被张巡射瞎一只眼后，他终于从那种急功近利的狂躁中冷静了下来。他不再试图用士兵的尸体去填平那座像是长了牙齿的城墙，而是做出了一个让所有守军感到绝望的决定。他要彻底放弃强攻，转而动用人类历史上最古老也最残忍的战术——围困。他下令在睢阳城外挖掘了3道深不见底的战壕，又筑起了一道高耸入云的土墙，把这座原本就是孤岛的小城硬生生的从这个世界上抠了出去。这就是我们要聊的第4部分，一个关于消耗的恐怖故事。这种围困不是那种象征性的包围，它是一场缓慢的人为窒息。张巡即便有通天的智谋，也无法在这1尺见方的城池里变出粮食。当围城进入到第3个月，睢阳城内的空气里已经开始弥漫起一种名为绝望的酸腐味。你要明白，一个成年人每天维持生命的底线是多少，而当这个底线被无限拉低时，人类所谓的文明和体面会以一种多么惊人的速度坍塌。最初，城里的粮食还勉强能供应，每天2两米粥，虽然喝不饱，但至少能让人觉得胃里还有东西在跳动。但很快，米仓见底了，张巡下令收缴全城所有的余粮，进行统一配给，但这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接着，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日里被视为伙伴的生灵。城里的战马，那些曾跟着将士们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的生灵，在饥饿面前成了第一批祭品。那一双双湿润的马眼在屠刀下熄灭时，将士们是流着泪把那腥臊的马肉塞进嘴里的，因为如果不吃，他们连拿刀的力气都没有。马吃光了，接下来的日子，睢阳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狩猎场。你很难想象那种场景，一群身披甲胄的士兵不再盯着城外的敌军，而是像野兽一样趴在废墟里，盯着每一个可能钻出老鼠的洞口。城里的麻雀、老鼠，甚至连最不起眼的昆虫，都成了最顶级的奢侈品。史书上那寥寥数语“全城无雀鼠”，背后是多少个日夜的搜刮与争夺。当动物绝迹后，人类的牙齿开始转向了植物。城里的树皮被剥光了，甚至连树根都被掘地3尺挖出来煮成发苦的木浆。人们开始吃皮带，把坚硬的牛皮甲胄泡在水里，
煮上几天几夜，直到它变得像烂泥一样滑腻，然后闭着眼吞下去。这种进食不再是为了享受，而是一种纯粹的生理性的痛苦延续。这种极端的物质匮乏，正在一点点剥离掉这些大唐子民身上最后一层名为人的皮。在这种窒息般的消耗战中，张巡面临的不仅仅是生理的挑战，更是心理的崩溃。你要知道，那种看着身边的同袍一个接一个因为饥饿而浮肿倒下的过程，远比战死沙场要折磨人的多。城外的叛军每天在阵前煮肉、烤羊，那种随风飘进城的香气，是比任何箭卒都致命的生化武器。尹子奇在城下轮流喊话，告诉城里的人，只要投降就有饭吃，只要投降就能活命。这是一种对灵魂的极度试探。在这种时刻，张巡那套关于忠义的叙事开始遭遇最原始的本能挑战。他必须像一个疯魔的传教士一样，不断在废墟中行走，用他那由于饥饿而变得沙哑干涩的声音，去重新缝补那些已经碎掉的信仰。他告诉大家，援军就在路上；他告诉大家，江南的百姓都在指望我们。这种谎言在当时成了唯一的强心针，尽管他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那个所谓的援军可能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影。这种消耗战最残酷的地方在于，它让时间失去了意义。每一秒钟的流逝都意味着生命力的流失。城里的守军人数从6000掉到4000，从4000掉到2000。很多人不是死于战斗，而是死于这种漫长的无声的枯萎。你会看到昔日的勇士，现在由于极度缺水和营养不良，皮肤贴在骨头上，眼球突出，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一具会行走的干尸。而城外的叛军却在以逸待劳，他们像一群有耐心的秃鹫，在等待这头垂死的大象咽下最后一口气。这种心理上的不对称性，让睢阳城的每一寸空气都变得沉重如铅。在这个阶段，张巡的性格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变得更加沉默，更加冷酷。他不再频繁地使用那些精妙的奇技，因为他知道任何战术在绝对的饥饿面前都是虚妄的。他开始进入一种极其病态的防守状态，那就是死磕。他把整座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陵墓，他要拉着这几万人一起为大唐的最后一点尊严殉葬。这种英雄主义在此时已经带上了一种令人战栗的毁灭气息。他不再考虑如何突围，因为他知道突围就是送死；他也不考虑投降，因为在他的价值观里，投降是比地狱更可怕的归宿。于是他选择了一种最决绝的方式，耗干最后一滴血。这种消耗战把睢阳推向了一个起点。当所有的树皮被吃完，当所有的皮带被嚼烂，当全城连一只活着的苍蝇都找不着的时候，人类文明最深处的那道闸门终于发出了令人牙酸的碎裂声。我们要意识到，这不只是粮食的枯竭，这是秩序的枯竭。当一个人饿到极致，他看同伴的眼神里不再有怜悯，而是开始闪烁起一种野兽般的绿光。这种生理性的异化是任何道德教育都无法压制的。张巡站在城头，看着那些已经变得形销骨立、眼神空洞的士兵，他知道那个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那是一个关于文明彻底退化的时刻，是一个关于吃人的时刻。我们要反思的是，当一个体制、一个口号、一个宏大的叙事要求普通人去承受这种超越生理极限的消耗时，它究竟是伟大的，还是残忍的？睢阳城内的这种极致消耗，是大唐帝国衰落过程中最惨烈的一场献祭。这种献祭不是在瞬间完成的，而是在长达数月的饥饿中，一点点割掉人性的肉。张巡作为这场献祭的主祭司，他表现出了一种令人胆寒的坚定。
但这种坚定背后，是数万名无名之辈在黑暗中无声的哀嚎。这种消耗战彻底摧毁了睢阳作为一座城市的社会属性，它把它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为了某种政治目标而存在的生物学标本。当我们聊到这里，请不要急着去赞美这种坚韧，因为在这种坚韧的下面，掩盖的是一种极度的资源错配和政治无能。如果大唐的援军能早到一步，如果周边的将领能有一点点共情心，睢阳都不必进入这种人间炼狱般的消耗。这种铁桶江山般的围困，实际上是帝国官僚体系在面临危机时的一种集体性逃避，他们把压力全部倾泻在了张巡这几千人的肩膀上。而张巡这个忠诚到了极致的文人，竟然真的就这么扛了下来，代价是让这座城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死地。在下一章，当这种消耗终于突破了生物学底线，我们将看到那个让后世争论了1000年的最黑暗的高潮。在那一刻，所有的智谋和勇气都失去了颜色，留下的只有最原始、最血腥的本能挣扎。这也是我们要讲述的关于大唐最深沉的悲剧，整个大唐历史上最不忍卒读，也是最考验人类道德承受极限的时刻。如果你还没做好心理准备，我建议你先深呼吸，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将彻底撕碎你对英雄和文明的所有浪漫幻想。当南霁云带着那根断指和满腔的绝望回到睢阳时，城内的秩序实际上已经走到了物理意义上的终点。粮食彻底断绝了，树皮啃光了，连煮皮带的水都透着一种腐尸的腥气。这时候的睢阳不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被神灵遗弃、被友军背叛的真空皮囊，里面只剩下几千具长着人脸的干尸在凭着本能爬行。张巡站在那残破的帅位前，看着那些由于极度饥饿而眼神涣散，甚至开始互相打量对方皮肉的士兵。他知道，作为一个主将，他面临着一个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最恐怖、最违背天理的抉择。如果不继续战斗，睢阳失守，江淮沦陷，帝国灭亡；如果要继续战斗，在没有任何补给的情况下，唯一的动力源就只剩下了一个，那就是人肉。这是一个关于文明底线彻底崩塌的瞬间。张巡没有选择自杀，也没有选择开城，他选择了一种让后世在1300年间反复站立的方式。他走进了内室，拉出了他的爱妾。这位女子在史书上甚至没有留下一个完整的姓名，我们只知道她曾是张巡在繁华盛世里的柔情寄托，是那个文官张巡生命中最后一点温热的残余。但在那一刻，张巡眼里的她不再是伴侣，而是一堆可以用来延缓死亡、换取守城时间的蛋白质。张巡当着全军将士的面，没有任何犹豫，也没有任何哀怜，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爱妾，并指着那具温热的尸体对将士们说：“你们为国家坚守，很久没有吃东西了，我的心很痛。既然我不能割自己的肉给你们吃，那就请你们吃下他的肉吧。”这句话在当时的空气中炸裂开来，那种冲击力比叛军的13万大军还要让士兵们感到绝望。史书上记载，将士们纷纷掩面痛哭，没有人敢抬头看那一幕，更没有人愿意动刀。但张巡那种近乎偏执的威压笼罩着每一个人，他强令士兵们进食。这种行为在心理学上是一种极端的仪式，它不仅仅是补充体力，它更像是一种带血的投名状。当士兵们含泪吞下第一口人肉时，他们与正常世界的联系就彻底断裂了。他们不再是普通的守军，他们变成了一群被诅咒的鬼族，一群因为违背了人类最基本伦理而再也无法回头，只能在杀戮中求生存的怪物。这就是张巡的逻辑，他用一种极致的残忍换取了一种极致的忠诚。因为当一个人连爱妾的肉都吃了，
他在这世上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除了死战，他别无选择。但这仅仅是炼狱的开端。张巡的带头行为，像是在这个已经干枯的干草堆里投下了一颗火星，瞬间引燃了整座城市的兽性。当一个统治者公开宣称人可以作为食物时，那道名为文明的闸门就彻底碎了。徐远作为睢阳的另一位主将，也杀掉了自己的奴隶来供应军队。这种行为从上至下迅速蔓延，最后演变成了对全城平民的系统性收割。我们要反思的是，这种行为能被称之为牺牲吗？当张巡决定为了保住大唐的江山而杀妾享事时，他实际上是把一种所谓的宏大正义凌驾在了最基础的人伦之上。他认为保住帝国的呼吸机比保住人的尊严更重要。这种极端的功利主义，在那个极端的环境下，爆发出了一种惊悚的美感，也爆发出了一种极致的恶魔气息。后世有很多儒家学者试图为张巡洗白，说他那是大节不亏，说他那是为了保全千万人的性命而不得不牺牲少数人。但我希望你在这里停下来想一想，当一个文明需要靠吃掉自己的孩子，吃掉自己的弱者来苟延残喘时，那个所谓的文明还值得被拯救吗？张巡在那一刻已经不再是那个博通经史的文官，他成了这台绞肉机的总工程师。他在城头巡视时，那种冷静和理智变得愈发恐怖。他精确地计算着城内还有多少妇女、老人和儿童，他在心底里有一张名为食物储备的名单。这种理性的残忍，才是最让人感到寒意的地方。他不是因为发疯而吃人，他是因为太想守住这座城，太想完成那个政治任务，而把人彻底异化成了资源。这种行为在城内制造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恐怖气氛。昔日的邻里同袍，现在互相对视时，眼底深处都藏着一种评估。睢阳在那几个月里变成了一个物理和精神上的双重禁区。那些士兵在吃过人肉后，战斗力确实爆发出了某种病态的强悍。他们像是一群已经死过一次的丧尸，在城墙上与叛军拼杀。那种不顾生死的劲头让尹子奇都感到恐惧。叛军发现，哪怕这些守军已经饿得连走路都打晃，但只要一交手，他们那双冒着绿光的眼睛里透出的贪婪和疯狂，足以让最精锐的胡骑胆寒。张巡用人肉喂养出了一支在这个世界上不该存在的军队，他用一种邪恶的献祭，强行在历史的断崖边拉住了大唐。但我们要看清这种行为的底色，那是文明在濒死时刻最绝望的抽搐。当张巡杀妾的时候，他杀掉的不只是一个女人，而是他作为士大夫最后的一点人性温存。那一刀下去，张巡这个名字就从此与食人这个标签死死地锁在了一起。这是一个悲剧，更是一个警示。它告诉我们，当权力和大义被无限放大，当个体被彻底工具化，这个世界可以变得多么狰狞。张巡在帅位上坐着，背后是摇摇欲坠的大唐，脚下是累累白骨。他的那种伟大是建立在一种极其阴森的废墟之上的。他完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他所付出的代价是让整个民族的道德史上留下了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这种极致的压迫感让睢阳成了一个历史的起点。在这里，所有的逻辑都失效了，剩下的只有最原始的带血的博弈。张巡用爱妾的血润滑了这台战争机器的齿轮，让它在没有任何燃油的情况下又疯狂转动了几个月。这几个月确实为大唐反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这种时间的成本是用人类的灵魂来支付的。如果你是当时的睢阳百姓，你会觉得张巡是救星吗？还是会觉得他是比叛军更可怕的收割者？这种视角转换
才是我们阅读历史时最该有的清醒。张巡不是神，也不是魔，他是一个在极端环境下被异化的英雄。他为了守住那个名为大义的空壳，亲手捣毁了承载大义的容器。这种讽刺是大唐盛世崩塌时发出的最刺耳的响声。当我们回望这一幕，必须意识到，这不只是一个关于吃人的惊悚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文明在面临生存危机时如何自我毁灭的预言。张巡在那间密室里举起刀的瞬间，大唐那个雍容华贵、包容万象的时代就彻底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猜忌、残忍和暴力美学的乱世。睢阳的食人炼狱是这种转折最极端的标本。张巡在那一刻把忠诚推向了极致，也把人性推向了深渊。这种两极化的张力，让每一个试图评价他的人都感到言语的匮乏。我们要讲的就是这样一个被血色染透的张巡，一个在道德的荒原上独自徘徊，最后选择与魔鬼共舞的读书人。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这种疯狂将进入最后的清算。我们将看到这台用血肉驱动的机器是如何在历史的巨轮下化为齑粉，并给后世留下一个千年难解的道德死结。当我们步入这篇血色史诗的第7章，我们实际上已经离开了人类文明所能理解的任何战争范畴，进入了一个被彻底异化的幽暗且粘稠的生物学炼狱。如果说上一章张巡杀妾还带着一种悲剧式的道德仪式感，则是这种仪式感崩塌之后，整座城市系统性、规模化沦为屠宰场的真实写照。你要明白，全城食人这4个字在史书上不过是轻飘飘的一笔，但在当时的睢阳，它是3万多个鲜活生命在绝望中被一刀刀割开的哀嚎。此时的睢阳，城墙已经不再是保护平民的屏障，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密不透风的胃袋，在里面消化着大唐最后的尊严。张巡和徐远这2个曾经在书斋里研读圣贤之道的文人，此刻成了这个胃袋的操刀人。根据《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那冷峻到让人发抖的记载，由于城内战马、老鼠、树皮乃至纸张都被吃得一干二净，守军开始有计划地将目标转向了城内的平民。最初是从老弱病残开始，接着是妇女，最后是青壮。这不再是个体的求生本能，而是一种由公权力主导的极其理性的资源再分配。你要试着去想象那种场景，一个曾经繁华的江淮重镇，街道上不再有商贩的吆喝，只有那种死寂中偶尔传来的利刃入肉声和压抑的啜泣。那些曾经在大唐盛世里缝补耕作、缴纳赋税的百姓，在他们效忠的朝廷将领眼中，此刻已经失去了人的属性，而被简化成了维持守军战斗力的口粮。张巡站在城头，他的眼神里已经没有了泪水，只有一种近乎神圣的冷酷。他计算着每一具躯体能支撑士兵作战多少天，他把这种屠戮包装成了对大唐的效忠。这种行为最恐怖的地方在于它的秩序性，它不是暴民的哄抢，而是有组织、有记录的配给。士兵们在吞噬了邻居、亲人甚至陌生人的血肉后，他们的灵魂已经彻底扭曲了。他们像是一群从地狱爬出来的恶鬼，由于极度的负罪感而转化为极度的疯狂，在城墙上爆发出了那种让叛军都感到灵魂战栗的战斗力。尹子奇在城下看着这些形状枯槁却杀气腾腾的唐军，他无法理解究竟是什么力量能让一群已经没有了心跳的人依然在挥动横刀。他不知道，那不是勇气，那是人在丧失了作为人的所有退路后唯一的毁灭性的反扑。在这种极致的压抑下，睢阳变成了一个跨越千年的道德黑洞。我们要追问的是，那3万被食的百姓，他们是否有权拒绝这种被牺牲？
在张巡的叙事里，为了保住江淮，为了保住大唐的命脉，这些人的死亡是有价值的。但在那些被推上砧板的无名氏看来，这种价值是何等的荒谬！这种为了宏大叙事而理直气壮牺牲微观个体的逻辑，在睢阳达到了人类历史的顶峰。这种逻辑不仅腐蚀了当时的守军，也给后世的史官留下了一颗剧毒的种子。当我们在视频中拆解这段历史时，我希望你看到的是那些在黑暗中无声消亡的生命，而不是仅仅关注那个坐在帅位上的英雄。我们要看清这种英雄主义的底座是建立在怎样的一座白骨精冠之上的。张巡的伟大与他的残忍是同构的，他越是坚韧，这台收割人命的磨盘就转动得越久。他用一种违背天理的方式强行续接了大唐的国运，但这种续接的方式本身就是对大唐所代表的那种文明价值的毁灭性嘲讽。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内的资源迅速枯竭，原本3万多人的城市，最后只剩下不到400个会动的影子。这400人既是英雄，也是食尸鬼。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那段历史最深刻的控诉。在这个阶段，张巡和士兵们的关系已经变成了一种病态的生命共同体。他们互相分享着最后的口粮，也互相分担着那份足以让灵魂崩裂的罪孽。这种罪孽感在战场上转化成了无与伦比的破坏力，他们甚至会冲出城去，在叛军阵中寻找鲜活的血肉。这种战争已经脱离了政治和军事的范畴，变成了一场跨越物种底线的原始屠杀。睢阳的每一块砖缝里都渗出了黑色的血迹，那里的空气沉重到连风都吹不动。这就是我们要剖析的真实历史，它没有影视剧里的热血激昂，只有令人作呕的腥气和对人性底线无休无止的试探。我们要反思，为什么这种惨烈在史书中往往被一笔带过，或者被赋予了某种崇高的色彩？那是由于历史是由幸存者和统治者书写的，他们需要张巡这样的标杆，去激励后世在类似的绝境中做出同样的牺牲。但如果我们站在人的立场上，你会发现这种坚守其实是一种集体的迷失。当一座城守到只剩下400人，且这400人是靠吃掉其他3万人活下来的时候，守城的意义本身已经由于手段的极端化而彻底解构了。张巡在已经从一个文官变成了一个冷酷的神职人员，他在主持一场持续数月的以人为祭品的盛大祭祀。他祭祀的对象是大唐那个虚幻的幻影，而祭品则是那些本该被他保护的子民。这种角色的错位是理解安史之乱惨烈程度的关键。当一个盛世崩塌，它所释放出的破坏能量，首先就会摧毁人类苦心经营1000年的道德堤坝。我们要直视那种绝望的顶峰。当全城再也没有一个可以作为食物的人，当张巡环顾四周发现，除了他这些同样枯槁的士兵外，整座睢阳已经变成了一座彻底的死城时，那种一直支撑着他的关于大义的幻觉是否曾经动摇过？他在那些漫长的黑夜里，是否听到过那3万个冤魂在风中的低语？这种心理层面的博弈，比城外的刀光剑影更加惊心动魄。他把自己练成了一把最硬的钢刀，但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没有回程票的流浪者。他带着这几百个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的士兵，守着一座空荡荡的墓碑，等待着那个注定要到来的，甚至可以被称之为解脱的终局。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关于大唐最深沉的哀痛，它不仅仅是领土的沦丧，更是人性的彻底放逐。在接下来的章节里，当城池最终陷落，当这些食人而活的英雄面对死亡的审判，我们将看到历史给出的那个充满讽刺也充满悲剧感的答案。
当时间走到公元757年的10月，睢阳这座城已经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了，它更像是一颗干瘪的挂在大唐腐朽枝头上的枯果，里面的枝叶早被饥饿与屠杀榨干。尹子奇在城外看着那道已经残破不堪，甚至被鲜血染成深褐色的城墙，他已经不再感到愤怒，而是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恐惧。他无法想象，在经历了100多场恶战，在全城已经没有任何生物可以冲击的情况下，这群被称为人的生物为什么还能站起来？但历史的残酷就在于，它不会因为你的坚韧而网开一面，它只会冷冷地看着你耗尽最后的一丝火光。城破的那天，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巨响，因为守军已经连搬动一块石头的力气都没有了。叛军涌入城门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是一支严阵以待的军队，而是一群连呼吸都显得奢侈的骷髅。张巡坐在一把残破的木椅上，他的身上依然挂着那副已经残缺不全的甲胄，由于极度的消瘦，那副甲胄在他身上显得空空荡荡，像是一个被强行撑起的金属壳子。面对那个被他射瞎了一只眼的尹子奇，张巡表现出了那种读书人最后也是最极致的傲慢。尹子奇问他，听说你每次督战都会把牙齿咬碎，何至于此？张巡张开那张由于饥饿而萎缩的嘴，露出了满口的血迹和仅存的几颗牙齿。他沙哑着嗓子说，我恨不能生吞了你们这些叛贼，所以恨意入骨，牙齿俱碎。尹子奇下令掰开他的嘴查看，发现里面真的只剩下了满口的断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力量？这已经不是在打仗了，这是在用灵魂的碎片去碰撞现实的刀锋。然而，真正让这出悲剧升华到令人绝望的顶峰的，是那个关于3天的宿命差。就在张巡和那剩余的几十名将领被送上断头台，就在那满城的冤魂终于在刀刃下寻得解脱的仅仅3天之后，大唐的援军，那支由张浩统领、被无数次在梦中呼唤过的精锐之师，终于出现在了睢阳的地平线上。这3天的时间差，是历史对这10个月惨烈坚守最无情的嘲讽。你可以试着代入一下那种情境，张巡在刑场上仰望苍天，他到死都以为自己是被这个国家彻底抛弃了，他带着满心的孤愤和那满城的白骨，沉入了永恒的黑暗。而仅仅3天后，援军的旗帜就在废墟上飘扬。这种差一点的宿命感，把睢阳保卫战从一场单纯的战争，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无法排解的哲学难题。如果贺兰进明能早一点点头，如果张浩的行军速度能再快那么一点，那些被吃掉的妇女儿童，那个被杀掉的爱妾，那3万个在黑暗中绝望死去的生灵，是不是就不必成为那枚带血勋章的底色？这种错位让睢阳的陷落变得极其荒谬。援军赶到后，叛军由于已经在这场消耗战中耗尽了所有的锐气，几乎是闻风而丧胆，迅速撤退。大唐守住了江淮，守住了粮道，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张巡这10个月的死磕，拖垮了叛军最核心的生力军，才有了后来所谓的大唐中兴。但这种成功是何等的惨烈且讽刺！我们在聊这段历史时，必须去直视那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张巡死了，南霁云死了，徐元死了，他们死在了黎明前的最后一刻黑暗里。这种死在终点线前的结局，给这段历史涂抹上了一层浓的化不开的阴影。它告诉我们，在宏大的历史进程中，个体的拼命挣扎往往是那么的无力，即便你付出了所有的人性作为代价，历史也可能只因为那3天的误差，就把你的牺牲变成了一场徒劳的仪式。城破之日，也是大唐那个时代彻底断裂的时刻。那些进入睢阳的唐军士兵，他们看到的不是胜利的果实，
而是一个让人终生难忘的人间炼狱。满城的白骨，那些由于被烹煮而发白的残肢，在那一刻，所有的军功和荣耀都显得那么令人作呕。张巡被俘后拒绝跪拜，他挺直了脊梁，任由刀锋划过喉咙。那一刻，他或许真的解脱了。他不需要再去计算每天要杀多少人才能维持守城的体力，不需要再去面对那些士兵空洞而渴望的眼神。他用他的死完成了一个忠臣最后的一步，也把所有的罪孽和争议留给了这个还没准备好如何面对他的世界。这就是我们要聊的终局，他没有那种正义战胜邪恶的快感，只有一种透骨的苍凉。这种苍凉在于，张巡到死都没有看到那个他用一切去守护的大唐到底变成了什么样。他以为他守住的是那个万国来朝的盛世，但实际上，他守住的只是一个正在瓦解的、满目疮痍的官僚架子。那3天的误差，不仅是元军的迟到，更是那个时代对英雄最深沉的背叛。我们在这一部分里，必须去深挖这种宿命感的意义。它不仅仅是运气不好，它是整个帝国系统性失灵的结果。每一个迟到的将领，每一个在朝堂上权衡利弊的官员，都是杀死张巡的真凶。他们让张巡在孤岛上表演了一场极致的英雄主义，又在落幕时送上了一份最残忍的迟到通知书。这种讽刺是大唐国运中最刺耳的杂音。我们要反思，当张巡在临行前对着南方摇拜的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是遗憾没能多守一天，还是遗憾自己生在了这样一个需要靠吃人来维持忠诚的时代？这种心理层面的坍塌，是理解睢阳保卫战最重要的一环。张巡死后，叛军虽然撤了，但那种关于食人的记忆却像是一场瘟疫，永远的留在了那片土地上。睢阳不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它成了每一个大唐子民心中的噩梦。这种由于3天的延误而造成的永久性创伤，是任何战功都无法弥补的。这就是我们要讲述的终局，一个英雄在绝望中走向坟墓，而他所守护的那个世界，在庆幸自己生还的同时，却再也不敢直视那个为了他而变得面目全非的救星。他彻底否定了牺牲总会有回报这种朴素的价值观。他展现了历史最任性、最冷酷的一面。张巡用10个月的非人生活换来的，竟然只是一个擦肩而过的解脱。这种悲剧的力量，比他杀妾时带给我们的震撼还要深远。因为他揭示了一个真相，在极致的乱世中，个体无论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举动，都无法改变那个由无数平庸之恶汇聚而成的巨大惯性。那迟到的3天，就是那种平庸之恶对英雄最后的一记耳光。当我们在这段历史的终点回望，我们看到的不是光，而是那种由于过度透支而产生的无尽虚无。张巡倒下了，睢阳成了一座碑，而大唐则带着这份沉重到无法喘息的政治遗产，继续在没落的泥潭里挣扎。这也是我们要带给观众的关于命运最冷峻的思考。如果一切努力最终都敌不过那3天的迟到，那我们所坚持的意义究竟在哪里？这个答案或许就藏在张巡最后那个碎裂的微笑里。当睢阳城头的最后一点硝烟在大唐干枯的余晖中散去，当张巡那被嚼烂了的忠诚最终在断头台上化作一滩沉默的血迹，这场跨越了10个月的生存实验，却在那个已经裂痕斑斑的文明体系里投下了一枚足以震碎千年伦理的炸弹。我们要聊的第9部分，不是关于刀枪，而是关于人心，关于那场在固执堆里燃烧了1000多年的道德公案。你要明白，张巡死后，大唐的朝廷并没有立刻给他封神，相反，一种极其诡异的沉默和随之而来的猛烈抨击，在那个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政权内部爆发了。
当时的读书人面临着一个让他们头皮发麻的难题：如果张巡是圣人，那他吃掉的3万百姓算什么？如果张巡是魔鬼，那他守住的江淮命脉，他为大唐续下的国运，又该由谁来承担这份救命之恩？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评价的问题，这是一场关于人性底线与国家利益谁更神圣的终极审判。当时的朝堂上，有一股极其刺耳的声音在回荡。那些坐在安全的后方，喝着江南贡茶的官员们，开始用一种极度冷静且虚伪的道德解体来解构张巡。他们说，守卫城池是臣子的本分，但识人是禽兽的行径。张巡为了一个虚名，亲手把大唐的子民推向了锅灶，这种人怎么能算忠臣？这种论调背后的潜台词其实很自私，他们害怕这种极端的忠诚会成为一种模板，害怕以后如果自己遇到绝境，也必须像张巡一样把自己变成怪物。这就是人性中最荒谬的悖论。人们在享受着英雄用血肉换来的安全感时，却又忍不住去嫌弃那双沾满血污的手。他们试图通过否定张巡的道德，来掩盖整个官僚体系在睢阳之战中的集体性失职。如果贺兰进明是杀死张巡的真凶，那么这些在战后忙着写文章声讨张巡的文人，就是在英雄的坟墓上又赔了几锹冰冷的土。就在这种口诛笔伐达到顶峰的时候，大文豪韩愈站了出来。韩愈写下了一篇流传千古的张忠诚传后续，他用那种读书人特有的犀利和愤怒，直接戳穿了那些键盘侠的虚伪。韩愈反问道：如果张巡不守，大唐早就亡了，你们这些天天讲仁义道德的伪君子，现在还能安稳地坐在这里指点江山吗？韩愈的逻辑很简单，也很残酷。在那个文明即将熄灭的时刻，张巡是用局部的人伦毁灭，换取了全局的文明存续。他认为，与其责怪张巡吃人，不如责怪那些见死不救的友军。这种辩论实际上把中国人的道德观推向了一个无法调和的死角。一方面是宁死不食的儒家伦理，另一方面是成人取义的国家意志。张巡就像一个血淋淋的坐标，站在了这两个价值观的交汇点上，让每一个路过这里的人都感到如坐针毡。其实我们今天再去翻看这场公案，你会发现张巡的真正悲剧不在于他死在了尹子奇的刀下，而在于他这种为了大局牺牲一切的思维，在大后方竟然也有一种病态的市场。后世的皇帝们太喜欢张巡了，因为他们需要这样的死士，需要这种能为了保住皇权而不计任何代价，甚至不计人性的棋子。于是张巡被一点点地剥离了人的属性，被塑造成了一尊冰冷的金身。人们供奉他，却不敢直视他身后的那3万冤魂；人们赞美他，却忘了那种让英雄必须通过吃人才能尽忠的体制，本身就是一种极度的邪恶。这种道德上的双重标准，成了此后千年中原文明的一个沉重包袱。我们要反思的是，这种圣人还是魔鬼的选择题，真的有标准答案吗？如果你是那3万分之一被推向砧板的普通百姓，你还会觉得这种牺牲是伟大的吗？如果一个政权、一个文明需要通过吞噬自己的子民来维持自己的存在，那么这种存在是否已经丧失了它最初的合法性？张巡在睢阳所做的，实际上是把国家这个抽象的概念，从人民这个具体的载体中剥离了出来。他爱那个叫大唐的国家，但他不爱那些叫大唐子民的人。这种爱是畸形的，是毁灭性的。他让忠诚变成了一种极端的、带有破坏性的宗教狂热。这种千年公案的本质，其实是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一种自我防卫机制。我们之所以不断讨论张巡，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都潜藏着一种恐惧，恐惧自己也会遇到那种必须在做人和做事之间选一个的绝境。
张巡选了做事，他把事情做到了极致，代价是把自己和整座城推入地狱。而后世的评价体系则试图在这一地鸡毛的废墟上重建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逻辑。这种逻辑最后演变成了中国式英雄主义的一种特殊基因，只要目的足够高尚，手段可以不计成本。这种思维在大唐的余晖里生根发芽，影响了此后1000年的政治生态。当我们聊到这里，你会发现张巡已经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隐喻。它隐喻着那个时代文明的脆弱，也隐喻着权力在极端时刻表现出的那种非人的冷静。这场关于他的辩论其实一直到今天都没有结束。每当我们面对那种保大还是保小，牺牲少数还是拯救多数的电车难题时，张巡那个碎裂的牙齿和满口的鲜血都会从历史的深处浮现出来，冷冷地看着我们。他像是一个永恒的判官，拷问着每一个自诩为文明人的人。当最后一块饼吃完，当你心中的神像摇摇欲坠，你会选择像张巡一样举起那把带血的刀，还是选择在那场大雾中守着最后的尊严慢慢凋零？这正是史大郎想要带你看到的深层逻辑。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戏台，而是一场没有终点的博弈。张巡是这个博弈里最极端的一个变量，他用他的残忍和崇高彻底划破了盛世的伪装。那场1000年的口水战其实是后人在试图修补那道裂痕。但无论韩愈怎么辩护，无论后世皇帝怎么封赏，睢阳城里那3万个冤魂的哭喊声始终在大唐的史册里隐隐作响。这种声音提醒着我们，任何一种脱离了对生命最基本尊重的伟大，本质上都是一种虚无。张巡保住了江淮，但他那一刀也切断了那个雍容华贵的大唐最后的温情脉脉。他在道德的荒原上独自封神，而代价是让整个文明在此后的岁月里都不得不忍受这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寒意。在下一章，也就是我们要聊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将从这场公案的喧嚣中走出来，去看看那片曾经血流成河的土地，去看看那个被他强行续命的帝国，最后到底走向了怎样的终局。这也是我们这场漫长讲述的最终回望，去看看废墟之上是否真的还有希望在生长。当我们终于穿越了那场持续10个月的人间炼狱，当所有的辩论、杀伐与哀嚎都沉淀进厚重的黄土，我们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站在那片曾经血流成河的废墟上，去看看那个被张巡用3万多具同胞血肉强行续命的帝国，最后到底变成了什么模样。这也就是我们要聊的第10部分，一个关于幻灭与余温的终章。你要知道，历史最冷酷的地方在于，它从不因为你的牺牲足够壮烈，就给你一个大圆满的结局。睢阳保卫战确实保住了江淮的钱粮，确实为大唐反攻洛阳和长安赢得了至关重要的时间。但如果你以为大唐在那之后就重回巅峰，再造开元了，那你就太天真了。事实上，当张巡在睢阳城头点燃那场名为忠诚的自焚式祭祀时，那个雍容华贵、包容四海的盛世大唐就已经在精神层面彻底断了气。你看看睢阳陷落后的那个大唐，虽然叛军最后被平定了，虽然长安的宫殿里重新住进了李家的皇帝，但那个国家的骨架已经酥了。张巡死后，原本那种基于中央集权的秩序被彻底打碎，各地的节度使们看清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在这个乱世里，救兵是等不来的，忠诚是会换来食人后果的，唯有手里的兵权和地盘才是真的。贺兰进明这种冷血的投机分子，虽然在史书里留下了骂名，但他的逻辑却成了中晚唐200多年里所有藩镇将领的座右铭。大家开始心照不宣的拥兵自重，朝廷下令
大家表面唯唯诺诺，背地里却在算计着自己的那点口粮和地盘。张巡用命守住的江淮命脉，在随后的岁月里，慢慢变成了割据军阀们的提款机。那个曾经万国衣冠拜冕旒的中央政权，从此以后只能在藩镇的夹缝中卑微的求生存，靠着像张巡这样已经变成了神像的道德模范，去维持那一点点可怜的合法性。这种续命的代价，是整个民族心理结构的深刻改变。在开元天宝年间，大唐的诗人写的是熟之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峡谷香，那种自信和豪迈是发自肺腑的。但在睢阳之后，在那种极致的生存挤压和伦理崩塌之后，大唐的文字里开始渗出一种洗不掉的阴冷和疲惫。人们开始怀疑，那种为了虚无缥缈的帝国荣光而付出的非人代价，到底值不值得？张巡成了神，被供奉在千家万户的香火里，但他那碎裂的牙齿和杀切的钢刀，也成了每一个大唐子民心底里挥之不去的噩梦。这种由于过度透支而产生的集体创伤，让那个原本蓬勃向上的文明开始变得内敛、多疑，且充满了自我否定的宿命感。我们常说崖山之后无中国，但如果你深究下去，你会发现那种文明气质的首次大规模裂变，其实就发生在睢阳那堆白骨垒起的城墙下。我们在视频的最后必须去直视那片土地的寂静。今天的商丘，也就是当年的睢阳，早已是良田千顷，繁华如旧。你走在那里的街道上，很难想象脚下曾埋着3万个在绝望中死去的冤魂。但历史的余温其实一直都在，它藏在张巡墓前的石像生里，藏在那些流传至今的英雄传说里，更藏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对于大义和生存的纠结逻辑里。张巡是一个极端，他把忠这个字推向了神性的高度，却也把人这个字降到了兽性的深渊。它像是一面极其扭曲但也极其清晰的镜子，映照出了那个时代的苍凉。如果说安史之乱是大唐身体上的刀伤，那么睢阳保卫战就是这个文明灵魂上的内伤。身体的伤口可以愈合，但灵魂的内伤却会随着血脉代代相传。我们要思考的是，如果张巡当时没有手，历史会怎样？或许大唐会提前100年灭亡，或许南方的文明会被叛军彻底摧毁，或许我们会迎来一个更加黑暗、更加混沌的割据时代。张巡用那种丧失人性的方式，强行拉住了历史滑向深渊的缰绳，为中国文明争取到了一个缓冲期，让我们的文化得以在江淮、在江南继续孕育和传承。从这个角度看，他确实是一个悲剧性的英雄，是一个在黑暗中举着火把，却也烧焦了自己皮肤的引路人。但这种英雄主义是不该被模仿的，因为它太贵了，贵到了我们要用几万个人的名字去填平那个道德的黑洞。我们在赞美他的坚韧时，更应该警惕那种让英雄陷入这种选择的体制和环境。张巡的故事之所以能在大1300年后依然让我们感到手心发汗，是因为它触及了我们作为生命体最核心的恐惧和最高尚的追求。当我们谈论睢阳，我们谈论的不仅仅是那一仗的胜负，而是人类在面临彻底毁灭时，究竟能爆发出多么惊人的能量，又能做出多么恐怖的妥协。那个在大唐余晖中渐渐模糊的睢阳孤城，其实是一座矗立在每一个文明必经之路上的警示牌，上面刻着警惕那些要求你放弃人性去换取的大局，也敬畏那些在绝望中为文明燃尽最后一滴血的灵魂。随着夕阳西下，那个曾经让尹子奇站立、让张巡咬牙的时代，已经彻底成为了故纸堆里的沉寂。大唐最后还是亡了，亡在了他那冗长的官僚积弊和无法抑制的权力贪婪里。张巡守住了睢阳10个月，
但他守不住一个注定要崩塌的时代。这就是历史的宿命，它让英雄去表演极致，却让时间去宣布虚无。但只要这种关于张巡的争论还在继续，只要我们还在为那3万个冤魂和那一根断指感到隐隐作痛，那么张巡的牺牲就没有被彻底抹杀。他让我们知道了，有些底线一旦被跨越，就再也回不去，也让我们知道了，在这个冷酷的世界里，总有一些东西值得一些疯子去付出他们的一切。这就是睢阳，这就是张巡，这就是我们大唐最深沉、最血腥也最无奈的一段往事。它像是一场漫长的噩梦，让我们在惊醒后依然感到脊背发凉，但也让我们在看向远方时，多了一份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复杂人性的包容。历史在这里打了一个死结，我们解不开，只能带着它继续往前走。当你在评论区敲下你的看法时，请记得，那些字迹下面曾是一座城的性命，是一个帝国的叹息，和一个读书人碎掉的不甘的牙齿。好了，关于安史之乱中最惨烈的这道伤疤，咱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希望这段带血的历史能让你在某个寂静的深夜重新审视我们这个民族那种在废墟中重生的近乎残酷的生命力。